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手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牵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陪在你左右。不是，我是担心你心情不好，怕你路上出什么意外，啊？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啊，妙妙怎么办？是不是？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没有道理了啊？受不了。我发现你很喜欢推我。对啊，因为我以前干推拿的。怎么样？公司的例行会议为什么缺席？会议提前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天天待在公司，就不会不知道。我一向不喜欢下属利用工作时间搞私事。小萌，虽然咱们私底下互动不错，但是公司有公司纪律。副总实在是抱歉，我女儿临时有些状况，所以我去了一趟学校。CN 这个项目对于咱们来说有多重要，不用我再重复了吧？大家都在忙着加班，你居然有空去学校，如果不是掉以轻心，那就是胜券在握了。是我分心了，是我的错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没事了，去忙吧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后来没有继续开会啊？因为核心人物不在，开会没有意义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再继续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5分钟后呢，我跟美国总部有一个视频会议，所以今天龙泰的案子不能奉陪啦。哦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跟 Brian 他们过一遍，好吧？但是呢，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会议过程。那好的，我等你吧。啊。哎，我今天啊陪小萌去妙妙的学校。你说又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工作，真挺累的。
男人嘛，就是难。你现在知道上班族有多辛苦了吧？哪像8年里这么轻松自在啊！感受到了，那白领的工作真的挺苦闷的。难怪每个人呢，一到中午饭的时候了，哇，好像那种就是在笼子里面被放出来的小鸟一样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啊，一直就说啊要吃这个啊，一会儿又上来要吃这个，啊，上来说起码20分钟才能出去吃饭。那我形象的比喻一下啊，在垦丁呢，你是海鲤鱼，自由自在；在上海呢，你是笼中鸟，吃个午餐都只能吃盒饭。是啊，哎，只能跟他们出去吃啦，要没有人给我送温暖的盒饭，是吧？喂，别酸了啊！哦，对了，我有正事找你啊。小萌生日快到了，我们一起给他过个生日吧。嗯，之前给他过生日还是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就记得你让他吹那个永远吹不灭的蜡烛，笑死我了。哎，这次还是老套路，正经一点。想想，我的想法是给他过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生日，温馨。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？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啊，温馨啊，和谐，浪漫，温馨。 romantic。师傅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在我的怀表上刻个字。行，可以，拿来给我看看。哦，来，麻烦。哇，这怀表挺有品味的。哎，刻什么字啊？我就想在这个地方刻一个，就是蒙字，一个木，旁边是一个蒙古的蒙。你看一下这地方好刻吗？哎，你是说在这里面刻个字，刻个蒙字？今天你例会没参加，影响不太好，干什么去了？今天因为这个事情，副总已经训过我了，我也认错了。我是因为妹妹的事情去了学校，本来想的快去快回，所以没有请假。没想到会议提前了，搞得全公司都知道了。你这个叫墨菲定律，越觉得什么事儿不会发生呢，就会发生。还有一个叫陶然定律的，你想不想知道？什么定律？你越不想让陶然知道的事情，陶然就越会知道，因为我是无所不知的。I'm a father, I'm a god, I'm your 肚子里的小蛔虫，这就是陶然定律。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应付你那些定律。我跟你讲，你跟左在俊、矿工还在公司外头说说笑笑的，让我看到了。左在俊过来不是玩的，他这种工作态度让邱董知道了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在俊也是因为关心妹妹的事情去了学校，我和他一起回的公司，他并没有去玩。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一个项目，他很用心的。紧张什么？你以为我真会去告状？你是大人做大事，怎么可能去告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状？
我只是跟你说明一下情况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他。要真的有错的话，也是因为我周律不宣。小萌，你没事吧？你用得着这么低声下气吗？我也不会对左在俊怎么样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在俊为了妙妙，已经耽误了他的梦想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这一次他能够成功的话，他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拼命的帮左在俊先生完成梦想，这样他就不会掺和你的世界了。那陶总大人，现在您消气了吧？牙齿那么白，我怎么好意思生气呢？牙齿。记住啊，陶氏定律，以后什么事儿都不许瞒我。老实说，你总是这样念念叨叨的，我刚才还真是没有听清楚你说的什么陶人定律。你看，你敷衍我吧，我明天就找邱总去告状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现在再跟我说一遍，我谨记在心里，可以了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手机拿出来，来，我录下来。我手机没有带。哎呀，God，你要气死我呀！妙妙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妙妙，今天上课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妙妙，以后在美术课上分组，要是只是一个人的话，也不要难过，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。我没有一个人啊。没有吗？本来毛豆是跟胡飞和佳佳一组，后来他跑来跟我一组了，这是我们一起做的。哦，刺猬啊。我想让兔子当主角，可是毛豆说他想要让小狗当主角，我们吵了很久，所以最后换主角。所以说主角是刺猬。因为他想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有很多刺。这样，那后来呢？后来他把刺收起来，就交到好朋友了。哦，这个刺猬好可爱呀。下午2点跟 CN 的方总在会所见面，晚上7点跟琉璃博物馆执行长进行晚餐。方总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新疆和田玉制作的古董象棋，昨天已经运过来了。孙副总，你下午没什么事儿吧？到时候跟我出去一趟。哦，好。差不多1点半左右 ，OK？ 好。副总，那下午的行程全部取消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来，刻好了。谢谢师傅。照你说的，我小心仔细的刻了，这笔画太多了，我眼睛都刻花了。麻烦您了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下次再来啊。
真想知道陶总给你买了什么礼物。不过是一条项链，没什么。陶总可真大方。副总，在陶总的公司，您是最重要的人，只有您才值得这样对待。最重要的人。你确定我还是他最重要的人吗？或者，你应该提醒他一下，你的重要性。生日快乐！来，先拍张照，耶！苗苗笑一笑 ，OK。谢谢大家，让我许愿哦。许吧。我希望我们3个人的友情可以像三角形一样稳稳的，然后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了，生日快乐！面包要不要一起切？不能断哦。那黄线能留给我？想得美，慢点。哇！好好，这是我送的生日卡片。是吗？谢谢妙妙，阿姨很开心。谁啊？这么晚？再吃一块吧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恭祝你火烧雨停 K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生日礼物，这个礼物我是好不容易找到的，注意它的图形，好不好？以后我跟你吃饭的时候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带着。对了，我们在切生日蛋糕，要不要一起？我就不进去破坏气氛了吧。好了，拜拜。啊，这么快？生日大餐回头补给你，拜拜。好。
谁啊？哦，那个陶然，他来送礼物。来吃饭，给我吃点巧克力。来，这牌留给你的。别想礼物的事情了。我就不谢谢你啦。还没睡？嗯。多好看啊！好看吗？好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再见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晚安。像阳光和煦，又像是雨后的清醒。沉睡你梦里，却又被你的爱吵醒。音乐响起，你最爱听的歌曲，我静静等待着那一个夜晚许下的约定。你那里的云有没有像我的表情？轻轻的呼吸，空气中有你的消息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牵手的风景，在哪里动了心，我们都不说的秘密。一天天想念，一遍一遍，一圈圈爱情开始蔓延。一转眼，我看见幸福的螺旋，围绕着你和我爱到永远。一圈圈不停旋转的爱恋，一天天思念穿越了季节。闭上眼，我看见幸福的螺旋，用真心绕地球一圈。一天天想念，一遍一遍，一天天穿越了季节。闭上眼，我看见幸福的螺旋，用真心绕地球一圈。我希望我们3个人的友情可以像三角形一样稳稳的。
然后永远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了。8年前没送出去的信，8年后送不出去的怀表。Pense uma coisa bem boa, que no instante você voa. Lembre o Natal a chegar. Pense nuvens a passar e logo pelo ar vai voar, vai voar. Pense uma coisa bem linda, se você não voa ainda. Quando a lua desponta. 就这么来了？不少点东西？哎呀，瞎子吧，今天太着急了就忘了。怎么能忘了呢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蜻蜓啊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教授的办公室里，我正好转身要走，你突然之间像一个落汤鸡一样就冲到我怀里，然后你爸就骂你了，说：“哎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那么冒失，莽莽撞撞的，没礼貌。”你就说了：“爸，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美的传说，在太阳雨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彩虹，只要在彩虹下面看到蜻蜓，真命天子就会出现了。”而那天正好下了太阳雨，对不对？你还说呢？就因为那个事情，我爸还说了我一顿，说那都是无稽之谈。我相信啊，我那天就相信这个无稽之谈是真的。行了吧你？当时小女孩，别人乱讲的我就乱信了，也太傻了。要不是你还记得，我早就忘了。我今天真的很伤心，李小萌。哎，我费尽心思给你挑的礼物你都不带，你都不喜欢。没关系啊，回去把它扔了。干嘛呀？我再送你一个更好的。你看看那边，有空地没有？3年以后，在那边会建造一所上海标志性的建筑，我已经签了合同了。真的？这可是奥斯顿出品，陶然设计哦。陶然设计。那看来你又要凭这个作品拿一个大奖了，真为你高兴。应该为你自己高兴。我为什么要为我自己高兴？确实。我在教授那儿学习的时候，你经常过来请教我关于建筑学的问题，问的最多的呢是摩天大楼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嘿，你还是个小女孩呢，一个初中生才那么高吧？哪有那么高？你那个是花样年华，应该是非常浪漫的，对那种神秘的古堡啊、吸血鬼啊，应该是很憧憬的。怎么偏偏喜欢摩天大楼呢？好奇怪啊！然后你就跟我说了，是因为摩天楼靠近天空。对，靠近天空，所有的人和事都一目了然。没想到我真的进了建筑事务所。小萌，我答应你，这座大楼开始设计的时候，我就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。我？对，你放心，你所有的梦想在我这里都会一一实现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送我的另一个礼物。
与其说是礼物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机会。梦想嘛，要有机会才能实现，要不然就成空想了。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谁都可以给你机会的，能够给得起你机会的就更少了。而成功者应该善于把握机会，你懂吗？陶总，你不要觉得我不识抬举。现在眼前这 CNN 的一个案子就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，我哪还有别的闲时间去想未来的事情？所以啊，陶总，拜托孟董事长，今天请你吃饭的是陶然，不是陶总 ，OK？ 那陶然，请你不要用你陶总的语气跟我讲工作，好不好？小萌那个 design review 怎么样了？你提醒的对，我差点忘了，因为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手头3个案子叠在一起，虽然也记着CNN的事儿，但是我心想小萌在负责，也不需要我们太操心。你提醒的对，我马上去办。哎，这个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万恶的资本家啊？给你那么多工作？跟你倒没什么关系，主要是我太能干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太能干了。哎，请问你怎么会那么能干的呢？你不就想说名师出高徒，你是师傅，我是徒弟呗？糟了，我现在是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要不这样，我明天我退休，你养我啊，好吧？我才不养你呢，那么费钱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呢 ，CN 的案子小萌直接跟我汇报就行了，省得你那么累。现在呢，只是一个初步的 concept design， 还需要听 CN 的很多意见。我正好借这个机会，看看小萌在美国进修的怎么样。直接汇报是吗？那好呀，我乐得清闲啊。谢谢资本家，我去忙了。你养我啊？我退休等着了，我真退休啊！等着吧。你养我啊！自然元素呢，对这个别墅建案是最重要的。别墅里面我们要放一些健身房啊，就比如说家里孩子多的话，可以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太美了，我就注意你的脸了，我没听你讲什么，你要不再讲一遍？曹总，这是办公时间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OK， 就初步的 concept design 来讲，你做的非常完整。那还需要有什么地方要调整吗？你准备了几个方案？因为是第一次跟 CN 合作，所以多准备了几个概念，用来测试方总的喜好。一共几个？4、5个吧。3个够了，准备太多显得你没自信。另外呢，你可以在你这个报告里头加入绿色环保的概念，比方说外壳节能，空调节能，还要利用自然涂层。陶总怎么说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我就是做一些修改就好了。那太好了。我们不是准备了4、5个概念吗？是。陶总觉得3个就足够了。3个？那我们一起讨论一下，好吧 ？OK， 加油啊，小萌！来，赶紧。哎，小萌，这么晚了还要加班啊？那我先回了啊。好。终于开完会了。要走啦？哎，在俊呢？在俊还在里面和孙副总开会呢。我先走了啊。路上安全。这里，还有这。按照这个图纸上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对应的这里，对吗？对。
如果我是邱董呢啊，这个东西，没关系。如果我是邱董呢，我这里会建一个桌球室。对，嗯，对。这整片。按照你的竹子想法啊，不是，弄个那个足球场。你看这张纸条笑什么呀？我的晚餐，小萌帮你买的吧？一起吃啊！好呀。啊，看就不够，自己吃吧。胡爷，郑磊呢？在里面。好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他有客人。赵奶奶房子过户全办好了，我跟我姐啊都特别谢谢你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结婚纪念日那天啊，赵奶奶会回家，你能不能一起来啊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时间尽量的调开，只要在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我就去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尽量，这个事情啊意义特别重大。阿姨，我刚想跟你说，这里有客人。哎，跟郑磊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是谁呀？是个警察，郑磊邻居。哎，他们很熟吗？还好吧，这个女孩子偶尔来找找他。好好好，哎，行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抽空来，听到吗？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啊，我先回去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胡爷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郑磊，刚才还有来过。啊，他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刚看到你跟童警官在里面，可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吧。唉，好，你忙你的啊。这回我也救不了你喽。记得把报表给我。啊。
提出了3个设计概念，主要都是以大自然为主题的，然后再切成3个概念。整套别墅呢都形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，而大自然呢也形成了别墅里的景观。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啊，很环保，很符合绿建筑的要求。不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小萌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你看你这个建筑呢是在那个坡道之上，有没有考虑过有很多人会不方便，例如小朋友、孕妇？郑小磊，我知道当年教授有问到你这个题，当时你没有考虑到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，一定要考虑进去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些我全部都考虑到了，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。OK， 那就好。哎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我觉得，可以加个我们，大自然是我们的家，就听起来会比较归属感。哦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这个建议不错。谢谢。谢什么谢？明天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没问题啊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，哦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。青春等一等就过去，谁不是写一写又爬起，只为心底那句话冒不停，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爱情像花火美丽，腾空了所有难题，手牵着你，我就不委屈。原谅我挥霍任性，用光我所有力气，甜言蜜语就活下去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。